本节目感谢鹤木家居冠名赞助。客厅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常使用的空间之一，无论是耍废、玩电动、休息或影视娱乐，许多人的首选都是在这里完成。今天的主角是这个小客厅。疫情开始之后，因为使用习惯改变，东西慢慢越堆越多。快跟着蛙家一起替小客厅改头换面吧！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客厅摆放的是黑色沙发床，材质容易卡脏，而且脏东西会因为布料颜色很显眼。每次使用完都要用滚筒粘一次，其实蛮麻烦的。后来改用沙发罩套住，虽然变得比较好清洁，但看上去就失去了美感。而且实际上使用久了，沙发弹簧已经失去弹性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汰换掉。先把沙发底下的物品清出来。你看，连沙发底座的布料都已经脆化脱落了。沙发旁堆了麻将桌椅跟电暖器，把它们收回储藏室里。大型家具都撤掉后，空间明显大了很多。先稍微清洁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始布置了。这次蛙家选择的是鹤木家居的豆腐沙发。这款沙发的椅背有6段角度可以调整，面宽约有70公分，盘腿坐的时候双脚也不会腾空。我们把3座摆在一起，直接变身3人座沙发，还可以依照需求拉出来单独使用，非常方便。把沙发从黑色换成灰色后，整体视觉达到轻量化的效果，空间感轻盈了，心情也跟着雀跃了起来。小客厅原本没有使用置物柜来进行收纳，所以东西都往茶几上堆，不知不觉就占满了。首先来整理茶几上的物品，把它们进行分类。有些东西放久都忘了是什么，记得要检查一下内容物。桌子下也有堆积的东西，一样把它们分类好吧。我们先将冷气遥控器归位，再把书籍摆回书柜上收好。接下来回到小客厅，收纳整理好的物品吧。我们利用沙发一侧的空间摆进收纳柜，把整理好的东西摆进去。收纳时可以搭配收纳盒使用，整体视觉上看起来比较干净整洁，不显凌乱。中间层摆的是比较不常使用的桌游及蜡烛等物品，最重的麻将用品则摆在最下层，层板才不容易变形。把东西一收好后，杂乱感消失了，再摆上一幅画装饰，收纳柜的整理就告一段落了。客厅里的大物件调整完毕，杂乱的物品也收纳好以后，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。这时候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空间。灰色抱枕因为颜色相近，完全融入沙发里了。让我们把它换成绿色的枕套，为空间里带来一点清新感。茶几也有点太大，有时候会不小心撞到膝盖。我们把它换成鹤木家居的这个日倾边桌，小巧又具功能性。平放可以当茶几使用，立起来摆在一旁就变成边桌。收纳的同时又十分节省空间，造型也好看，加分。改造后的空间色调比较轻盈。沙发上方原本的布置感觉很清新，我们决定保持原样。我们保留了原有的黑色金属落地灯，增加一点分量感。最后我们在门边的小空位摆一张小椅凳当穿鞋椅，这样出门的时候就不用一手撑着墙壁穿鞋了。朋友来访的时候也可以拿来使用，一举多得。小客厅改造完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吧。1. 沙发颜色决定了客厅的主色调。抱枕配件可以选择互补色或辅助色来搭配，也可以挑选花纹款式，使空间更加生动活泼。2. 布置时要适度留白，添购收纳柜时也要注意配色，除了符合收纳需求外，也要拥有足够美感。3. 善用木质调与金属元素的搭配，才可以凸显出视觉亮点，让空间显得更有高级感。4. 万年不变的花草点缀，为空间注入生命力，但要注意植物的摆放位置，若是阳光不足的话，要适时拿去晒太阳。也可以选择改摆放干燥花材，照顾简单又美观。5. 也可以摆上地毯，为地板增添色彩。圆形地毯或是绒毛地毯都可以凸显轻松和谐的气氛哦。今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改造了小客厅，
不用花太多力气，就能让客厅变换另一种感觉。还有什么想看的主题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技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